你们见过吗？我被妻子一家杀害分食，临死前妻子还告诉我8个儿子都不是我亲生的，死后我重生了，重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跟妻子离婚。哼，发什么呆？你妈快回来了还不去洗衣服做饭？丁仪看着郑有军，让他仿佛重回死亡之前。郑有军手握菜刀，将自己一刀刀的肢解，现在恨不得立刻将这个老畜生给宰了。反了！你这个小畜生胆子肥了，敢和老子瞪眼睛了！哼！只是10分钟后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丁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打我爸！离婚！丁一，你在发什么疯？你等着，晚上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没听明白吗？立刻马上去民政局，户口本、结婚证、身份证我已经带了。丁一，你先不要冲动，有事回家再说。婚不是你说离就能离的，你难道不管咱儿子了吗？你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郑杰不是我的儿子，是你跟张子浩的私生子。当年你那么急要和我结婚，便是已经怀上了张子浩的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现在立刻去民政局，否则我就去医院大闹一场，揭破你和张子浩的奸情，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好，我这就去民政局。20分钟后，两人都来到民政局。丁一，你不要把离婚想得那么容易，这可是涉及到财产的分割、孩子的抚养权等很多问题。别废话，我净身出户，1分钱不要，孩子归你，抚养费我1分不出。哼！10分钟，丁一就把手中的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。我要报案，对，我爸被人打了，凶手叫丁一。你想这么跑了，没门！等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用全部身价买了10万元彩票，就中了2.2亿，还不用交税的那种彩票，清空了奖池。现在我只需要明天领了大奖，一边投资股市搞钱买物资，一边把房子改造成安全屋了。什么？那个王八蛋跟你离婚了？那个王八蛋在哪？打老爸还跟你离婚？我去揍他！我报警了，不过警察说这是家事，只要伤不是很重，一般不会受理。什么？那王八蛋以下犯上，打了我1巴掌，居然屁事没有。姐，你为什么要同意离婚？那家伙1个月也有1万多的收入，现在一离婚，我们家就少了这笔收入，我娶媳妇怎么办？对啊，你也知道，你弟媳一家都提出了什么条件，张口就是30万彩礼，还要1套房，没了那王八蛋的那份收入，你弟弟还贷压力可就大了。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，一定会让丁一付出代价。复婚一定要复婚，那王八蛋不但1个月可以提供1万多块，而且还是干活的好手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丁一已经知道儿子不是亲生的，还怎么可能复婚？我出去透透气。第2天就领到了2.2亿奖金，还不用交税，没有捐款，直接带着钱来到售楼处。先生看房吗？买房，我看中了9福小区的8栋，就是那套别墅。你给卖家打电话吧，今天就可以过来签字，我可以按挂出来的价格买下。不过我需要今天就拿到钥匙，立刻开始装修。行，我立刻打电话，这简直就是上门送钱啊！半个小时之后，房东来了，双方很愉快地达成了交易。萧然先刷了500万定金，剩下的交给中介办理。房东也欣然把钥匙交到了丁一手里。喂，我想要改造一幢别墅。可以，有什么要求？就1点，兼顾，按照银行保险库的标准加固。卧槽，大客户啊，没问题。需要多久？半年起，看你的别墅有多大了。工期不能超过2个月。得加钱。没问题。老郑，你们家可藏得够深的。藏得深？难道女儿离婚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？丁一这个王八蛋，昨天打了老子，今天又到处散播离婚的消息，他是想把我们一家都气死吗？白眼狼，真是头白眼狼！我们收留他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结果他居然这么报答我们的。啥？你家女儿女士离婚了？哎，老郑啊，老郑，你们真是这个！我刚才听中介说，你家女士，哦不，是丁一，他把小区里的那幢别墅买了下来，1500万啊，都不带还价的。你说什么？丁一买房还是别墅？这王八蛋1个月就赚1万多，而且全部上交了。昨天离婚也是净身出户的，所以他怎么可能有钱买房？更何况还是1500万的大别野了。真的，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老郑啊，你们家发达了呀，连别墅都买了。郑有军的身体不由摇晃一下，感觉血压有点高，站都要站不稳了。一个人可能搞错，可2个人呢，还能都搞错了。赵阿姨，你不知道啊，老郑他们家女儿女士离婚了。啊，老郑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有钱的女婿，你们说不要就不要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我们家佳佳年纪也不小了，也该找个男朋友谈婚论嫁了。放屁！那王八蛋用是我们的钱买的房子，老子这就去找他。上集说到，丁一花10万买彩票中了2.2亿，眼红的老丈人就去找丁一的麻烦。咦，老郑啊，老郑家没什么好东西，却走了狗屎运，居然捡到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女婿。恭喜啊，买别墅了呀，厉害！平时真看不出，太低调了。特喵的，这可是老子的别墅。开门，兔崽子开门！原来是郑有军啊！我买别野的事那么快就知道了，是不是给我送红包？特喵的闪开！你干嘛？没让你进，
别硬闯，老胳膊老腿摔倒可不好。你用的可是我们家的钱，还敢把老子挡着不让进？老东西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和你女儿已经离婚了，昨天离的，房子是我今天买的，所以跟你们郑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离婚了？好啊，我家女儿还单着呢，只要嫁给丁一，不是全家都可以搬进大别墅了。丁一，你以为我是傻的？你和郑娟昨天才离婚，哪来这么多钱买别墅？所以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有一半是老郑家的。财产这东西怎么划分？看的是证据，不是你空口白牙在这瞎巴巴。老东西，有问题就去法院告我，现在给我滚开，否则我就要报警了。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怎么也能拘留10天半个月吧。就在这时，林梅英也跑了过来，在稍微了解一下情况之后，老太婆撒泼起来，往地上一坐。没良心的小畜生啊！发了财，有了钱就抛妻弃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为什么要离婚？很简单，郑娟在结婚前就怀上了别人的种，跟我结婚只是为了掩饰身孕，把我当成接盘侠罢了。郑有军、林梅英，你们还真是家教有方，养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耻、阴险毒辣的女儿。我在你们家一共4年，都是怎么过的？你们有哪一天把我当成家人过？整天让我干这干那，什么家务活都丢给我，哪怕我加班到晚上10点钟回来，可还是要我洗衣服。呵呵，别他妈在我面前提良心，你们不配。郑娟居然干出了这种缺德的事情，难道不怕生的儿子是媒体演的？哈哈，林梅英还敢当众撒泼，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这下好了，郑娟郑家的名声要在小区里彻底臭掉了。郑有军老两口一时之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觉邻居们一双双鄙夷的眼神刺得他们难受无比，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让他们钻。这可是华夏啊，未婚先孕，再找个老实人接盘，让人家喜当爹，说出去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放屁！我女儿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丁一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离了婚你就可以这么重伤我女儿吗？呵呵，难道要我把奸夫的名字也说出来？郑娟可是一直跟那个奸夫保持着不正当关系，我手里有许多视频的。走，把儿子和女儿都叫回来，商量对策。妈，你说有几百万，钱呢？原来我家居然这么有钱，我特么是隐形富二代。钱在丁一那，整整1500万。什么？那王八蛋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都不要激动，先坐下来，我们得慢慢商量。商量个屁！我们赶紧去找那王八蛋要钱。女朋友越是嚷嚷着要买个驴包，才肯解锁新的姿势。等等，我都有1200万了，还要那种货色？我要找个更年轻、更漂亮、身材更好的。坐下。他才看向郑娟，把怎么听说丁一买房花了整整1500万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也说出了丁一对于郑娟的控诉。郑娟，那二货是不是胡说八道的？唉，是真的，小杰不是他的种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，居然让那王八个蛋看出端倪，甚至拿到了证据？小杰是不是那王八蛋的亲生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他娶了我姐，那1200万就是我姐的，就是我们家的，哪是离了婚就可以被他独吞的？你们先不要冲动，更不要做任何事，我需要打电话向人请教一下。我再说一遍，在我打完这通电话之前，你们都给我乖乖在房间待着，否则我不会去要这笔钱。郑娟走进房间，给奸夫拨了一个电话。我还在上班，没事我就挂了。你先听我说。郑娟咬了咬牙，把丁一的事情和盘托出。丁一说有我们的视频，应该是在诈你，我们每次都特别小心，丁一更不可能去医院，所以他手里肯定没有证据，就是小杰儿子是个破绽，验一下 DNA 就知道是谁的中了。丁一可以一下子拿出1500万，而且完全不还价，说明他手里的钱远不止这么多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，但是这绝对是你们结婚期间就有的，否则不可能不到24小时他就突然多了这么一笔钱。呵呵，买彩票吗？是个人都知道彩票是智商税，根本不可能有人中大奖。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法院提交诉讼，告丁一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宣判之前的离婚协议无效，重新划分财产。子浩，你真聪明。你马上就去请律师，不要怕花钱，打赢这场官司，你以后就不用上班，在家当富婆好了。起诉书你也让律师去写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签个字而已。对了，让你父母和弟弟千万不要再去惹事了，弄出不必要的麻烦。记住，现在是讲发的时代，一哭二闹三上吊只会惹人笑话。郑娟打完电话，便出去把张子浩跟他说的又复述了一遍。听到郑娟分析说丁一手里的钱还不止1200万，郑有军3人脸上的贪婪已经不可抑制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们千万不要再闹，我去找律师了。丁一别墅这边，负责改装别野的贾云贵粗略的算了一下，2个月搞定的话，时间非常赶，所以人工非常高，我需要安排人日夜不停的轮班干活。你说个数字？8000万。你要嫌贵，那就延长工期，半年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减掉2000万的样子。2个月给我装好，我们签合同吧。啊，这就签了，你都不用还价的。我需要的是你把活干好，一定得达到我的要求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对了，你把房产证正本给我看下，还要复印件。房子我今天刚买，产证还没有下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先付你500万定金，改造方案你先弄起来，钱用完了我再打给你。要是因我的原因导致你无法按时改造完成，8000万我照付。你们有钱还真是怪。
随后丁一紧锣密鼓，他又去找中介，但这回就不是买房了，而是租房。别墅需要改造2个月，而且丁一还打算租一个仓库，要买的东西太多了。丁一，我已经请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给我一个地址，免得法院的传票送不到你的手里。你先等会，我也需要找个律师，以后有事就找我律。上集说到前妻一家找律师控告丁一，没想到丁一也找了律师，都是要求重新分割财产，到底谁能赢？我昨天和前妻离婚了，不过离婚后我买彩票中奖了，现在前妻起诉我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。离婚的节点和买彩票都应该有明显的时间戳，我想丁先生都不必找律师，只要提交一下证据，这就是稳赢的了。原本我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但前妻这么咄逼人，我决定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好，丁先生打算怎么办？前妻跟我结婚前就与人有染，怀有身孕，所以孩子不是我的。昨天我签离婚协议的时候选择了净身出户，现在我不但要求平分夫妻共同财产，还要求对方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我想先提醒一下丁先生，我的收费很高的，高到你从前妻那里得到的补偿都可能不足以支付我的律师费。没事，我不是为了钱，为了争口气，我之所以找何律，是知道何律是打离婚官司的王者，而我要的就是让前妻一家付出代价。呵呵，我是上门女婿，结婚4年，工资全部上交，每个月就200零用，一直忍气吞声，完全是因为儿子，所以现在发现儿子不是我的，我这个老实人也要爆发一下。只是既然有老实人之怒，为什么又痛快的净身出户？可当天下午就买彩票中了大奖，小的好像丁先生知道会中大奖，特意为此赶紧净身出户，以独占大奖。如果丁先生在彩票中心有人，甚至可以提前知道中奖号码，这样的能量将恐怖到什么地步？还能被一个女人欺骗了4年。丁先生，您还有什么诉求？第一，我要求诉讼期尽可能的长，但不能超过3个月。第二，让他们赔的钱越多越好，而且这笔钱我打算捐给希望工程，你最好让法官知道，免得以为我趁机敲诈。好的，丁先生，剩下的事交给我吧，保你赢。小张，写篇小作文，市立医院北区的骨科医生张子浩与科室里的护士郑娟有染，两人还约有1子。主线就是这样了，其他的你自由发挥，多弄些水军在网上炒热度，至少晚上就要让北区骨科的医生护士全都知道。郑娟，你隐瞒了我多少事情？你这么做，知道让我多被动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郑杰不是丁一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小杰确实不是丁一的儿子，但是这跟他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并不相干。郑娟，我刚才接到你前夫的代理律师的电话，你知道人家是谁吗？何钱何律，苏城最好的离婚律师，在他面前，我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。他打离婚官司几乎就没有输过，几乎没有输过，不代表没有输过，哪怕以前1次也没有输过，但这一次他也要输。行。这事先放在一边，现在丁毅也准备起诉，以郑杰并非他亲生子为由，要求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，并要求你赔偿精神损失费。那正好啊，大家的诉求都是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。韩律，你有没有查出来丁毅一共隐瞒了多少夫妻共同财产？还没有，别急，我得先有了法院开出的文件，才能让银行查询萧然的个人资产，至少也要得到明天。行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不管他如何失德，但是丁一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哪怕萧然请来100个、1000个律师又如何，还得乖乖把银行卡里的钱掏出来。下午，丁一列好末世购买清单，准备去采购，刚好看到郑友军一家也走了过来。王八蛋，老子告诉你，属于我们家的财产，你1分也别想背走。还有，你私藏夫妻共同财产，数额巨大，那是要入刑的。你是气我不懂法吗？你等下，我咨询一下我的律师。刘律你好，刚才有人跟我说，私藏夫妻共同财产是要入刑的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啊。好，没事，就只是咨询一下。我刚问了律师，你在恐吓我，我倒是提醒你，恐吓可真会入刑的。你也太嚣张，太得瑟了吧！王八蛋，你敢欺负我爸？丁一，你不要得意太早了，现在你尽管嚣张，但只要证明你现在的钱乃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而这是显然的，哪怕你再不情愿，也得乖乖吐出1半来。你们是不是特好奇我到底有多少钱？嘿嘿，你们猜啊，就不告诉你。把郑家4人气得跳脚。一家奇葩以为马上有钱，决定下馆子去吃。丁一其实一路都在后面跟着，虽然这2天连给郑家重击，但想到被郑家4口生生肢解的痛，他又怎么可能消气？再来刺激一下你。郑娟，你快点上苏城论坛看看，有一个帖子说你和张医生有不正当关系，连小杰都是和他生的，热度非常高。什么？果然，现在除了置顶贴外，惊爆！市立医院北区骨科医生张某某与护士郑某保持着长期不正当关系，并育有1子，这个帖子赫然在最前面，热度高的惊人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结婚4年里你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原来都是装出来的，这哪是羊啊，分明就是披着羊皮的狼，私藏夫妻共同财产，还在背后捅刀，何等小人！我不就是跟人私通，生了一个儿子吗？小杰好歹叫了你3年爸爸，却管亲生父亲叫叔叔，你知道子浩有多委屈？没想到你竟是这种卑鄙小人！哼，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就可以打垮我？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结婚4年是真的，夫妻财产也平均分配。说的太有道理了，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平均分配，我完全赞同，希望你也能记住。
别上了法庭之后反悔。刚才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可是录像了。还有啊，你确实不用在意什么名声，只是不知道那位张医生在不在乎呢？我听说他好像快升副主任了吧？这种事情对他会有影响吧？确实，他完全可以辞职，但张子浩怎么办？现在可是他事业上的关键期，他不由着急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等法院判决下来，你拿出一大笔钱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把这一切全部还给你。丁先生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丁一，你也好意思指责我？他是谁？你相好的吧？郑女士是吧？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告你诽谤。不过我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，但下次再要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我可不会罢休。这位柳妹柳律，我的代理律师。哼，丁一，你也只有现在可以跳一下。明天我会请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，冻结你的资产，免得你挥霍夫妻共同财产。你不是狂吗？把你的资产给冻结了，看你怎么办。行，你可以试试。你说冻结就冻结啊，法院又不是你家开的。哼，查到了，多少？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到底多少？2000万还是5000万？你前夫这半年的流水，确切的说是这2天的流水，高达近2.2亿。郑女士，你确定是2.2个亿，不是2000万？我确定，不过这笔钱是丁义跟你离婚后才打进他的账户，而来源是国家彩票中心兑奖专用账户。什么？你的意思他是离婚后才中奖的？那这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从时间节点来说，你前夫应该是在与你离婚当天或之前2天买的彩票。如果是之前2天买的，那毫无疑问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如果是离婚当天买的，那就要看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了。肯定是离婚前，不然他怎么可能主动提出净身出户？就因为他想要独吞这笔大奖，才会迫不及待要跟我离婚。那我就提前恭喜郑女士了，可以分得近1亿的巨款。还要麻烦韩律去向法院申请冻结我前夫的银行账户。没问题。子浩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传我们的事情吗？还打电话给我，你疯了吗？不，你听我说，丁义暴富是因为他买彩票中奖了，你猜他中了多少？倒数2.2个亿。彩票是什么时候买的？这是最关键的。韩律师查过，应该是我和丁一离婚的前2天或当天，只有这3天，当天晚上就开出了2.2亿，应该全被丁一一个人中了。所以我们只要证明丁一是在离婚之前买的彩票，那就算他是离婚之后去兑奖的，那也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。对，我跟医生离婚手续办完就已经是中午了，只要把这下午的时间段排除掉，那他只能是离婚前买的彩票。而且丁一上来就跟我说要净身出户，如果不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中奖了，又怎么会这么提呢？好，那你盯紧点，尽快把钱弄到手。郑军一家正美滋滋的想着要分到钱移民去哪个国家的时候，电话来了。郑女士，我建议你和你前夫达成和解吧。为什么？你不应该是去把丁一的资产冻结的吗？因为你老公的彩票是在你们离婚之后买的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搞错了。没有，你们是中午11点半离婚生效的，而丁先生是下午2点11分买的彩票，监控还有彩票上的时间戳默不证实了这一点。现在你前夫起诉你隐瞒症结的身世，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，要求你进行赔偿。我建议你最好能够和你前夫达成和解，不然这官司你打输的概率很大。没了，不，这是我的钱，我的钱。这2天九福小区可真是热闹啊，因为郑家刚跑出来说可以从丁一手里分到2个亿，转头呢又有消息说丁先生那4个亿都是婚后财产，根本不需要和郑家分。哈哈，老天爷还是有眼的。对啊，没让郑家得到这笔钱。现在他们可真是多人都到家了，先爆出女儿出轨，还跟别的男人生孩子的丑事，现在刚以为可以分到2亿大奖，结果却是白高兴一场。我要是郑家人的话，估计半夜都会做噩梦吧。嘿嘿，至少10年无法摆脱阴影。何止10年，那可是2个亿啊！这阴影绝对会跟随他们一辈子。活该，太活该了。现在4个人都是龟缩在房间里，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，好像天塌下来似的。一想到2个亿没了，便钻心刺骨的痛啊！奶奶，我饿。一天到晚就想着吃，谁是爹就给谁，别放在老子这里。爸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如果你没有干那些丑事，丁先生便还是我们郑家的女婿，你们根本不会离婚。这2个亿就全是我们家的，现在呢，1毛钱都没有捞到。丁义以前赚的钱都在我这，而我贴了多少钱给小弟，你们没有一点数吗？现在居然嫌弃我的儿子，岂有此理！姐爸说的不对吗？如果你不和姐夫离婚，我们家可是能够得到2个亿。哼，啧，现在就叫姐夫了。之前你们哪一个不是把丁一当牲口用的？现在居然都来怪我。姐，你能和姐夫复婚不？小杰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叫了他3年爸爸，总有感情的吧？对啊，都叫了3年爸爸，能够没有感情吗？而且1日夫妻百日恩，1000日夫妻呢。郑娟，你明天不，你马上就去丁一那，不让他回心转意的话，你就别回这个家。带上你儿子，赶紧给老子滚出去！现在老子看到你们2个就烦。姐，你去求求姐夫呗，2.2个亿，2.2个亿啊，能不能成为富二代，就看姐的本事了。丁一每天订了100桌的菜，每桌按3000块的标准，饭店也是一家家的话，免得惹人怀疑。而他在网上购买的各种物资也一一送到，丁一全部寄到仓库中。钱从股市里提出来时，丁一就会一卡车一卡车让人把物资拉过来，计划第1个月前花掉20-30个亿。另外，他的上诉也被法院受理了，明天就将第1次开庭。爸，
妈，这场官司我们大概率要输，得赔给丁先生41万。什么？要41万？这王八蛋怎么不去抢？就是，怎么敢开口要这么多？他是想钱想疯了吧？丁一和我的收入加起来1年18万左右，4年就是72万，1年开销5万，去掉20万就是52万，一人一半就是26万，再加上15万的精神损失费，便是41万了。你跟我们说这个干嘛？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自己想办法还给他。妈，我和丁先生的工资可基本是被你们拿去的，我手里的钱还不到3万，你让我上哪去弄41万？这个我不管，你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正需要用钱呢，而且你不还丁一又能如何？难道他还敢找上门来？哼，他真要敢来，看我不拿扫帚将他赶出去。小弟，你们眼里就只有正刚，我生下来就是正刚做牛做马的，从小到大都是如此，什么好东西都是紧着正风，合着我是捡来的吗？对了，你不是还有那个奸夫吗？找他要钱呗，我们替他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他难道不得补偿我们？对，让他赔我们个几十万，我娶媳妇就够了。医生收入应该很高吧？还有红包可以收，至少跟他要50万，否则别想要这个儿子。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奸夫，带上你儿子一起，告诉他，要是不给我们50万，就把你儿子丢给他，凭什么让老子养别人家儿子？爸，你又要赶我走？拿不回50万了，你就别当我女儿，我与你断绝父女关系。随后，他把被赶出家门和要赔41万的事情说了一下，并表示张子浩有没有钱可以暂时给他。轩儿，你也知道我的工资卡都被我老婆管着，所以我也帮不了你。而且钱既然是被你父母拿去的，你不应该找他们拿回来吗？还有，我已经跟我老婆做了保证，以后再不会跟你联系，你最近不要再打电话和发微信给我。他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整整半个小时之后，他的眼神中闪动着很多的光芒。你们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，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都10天了，丁先生怎么还没有上钩呢？我就差脱光了去引诱，可丁先生就好像不懂风情似的。唉。嗨，柳绿，你怎么来了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洗耳恭听。你前妻一家知道郑娟必然败诉，居然将她和郑杰赶出了家门，让她自己想办法凑出这笔钱来。郑娟走投无路，今天早上带着儿子去了医院，直接交到了张子浩的手里。结果张子浩的老婆知道消息后杀到了医院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，看到郑杰之后便十分激动，而这个熊孩子居然还指着张子浩老婆的鼻子骂，让张子浩老婆十分激动，竟失手将郑杰推下了楼梯，小孩子当场死亡。事发后，张子浩一家为了争取受害人一家的原谅，让张子浩老婆得到宽大处理，主动提出了100万的赔偿，郑娟已经接受了。呵呵，不过张子浩就惨了，跟老婆火速离婚，现在也被医院解聘，显然被老丈人恨上了，接下来他可没有好果子吃喽。郑家不，郑娟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弄到了钱，呵呵，也好，那我就来慢慢收拾你们。上集说到郑娟的儿子被奸夫的妻子意外害死，张子浩一家为了争取受害人一家的原谅，主动提出了100万的赔偿，郑娟已经接受了。姐，你想吃什么告诉我一声不就好了，我立刻给你买回来，叫什么外卖，既不卫生，等的时间又长。是啊，让郑刚去买好了。现在女儿可是得到了100万赔偿金，哪怕扣掉赔给丁一的一部分，那还能剩下近60万。儿子娶老婆可就指望着这60万呢，嘿嘿。哼，吵什么吵？那是你姐，你也不想想，之前我们还把你姐赶出了家门，声明断绝父女关系，现在为了钱又把你姐请回来，换了谁能高兴？你呀，忍耐心，好好哄你姐，不然的话，你结婚的钱就自己想办法弄去。所有人都以为郑杰的死是因为张子浩老婆的冲动，但真相真的如此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张子浩的老婆就是他叫来，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对方不能生育，还叮嘱儿子见了这个女人后就骂她是不会生孩子的使女，所以张子浩老婆才会完全失控，最终酿成了悲剧。丁一这边他的别野正在改装，就住在出租房里，点的外卖竟然被隔壁偷了，丁一便带上物业的人回去敲1501的门。是啊，物业有事找。什么事？你家孙子偷了隔壁1502的外卖。放屁！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家小康那么乖，怎么可能偷别人外卖？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胡说八道，不然我把你们物业的办公室都给砸了。秦大妈，还真不是我们冤枉你孙子，我这里有监控，你看。你给我看什么看？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要影响我们吃晚饭，否则我就报警，说你们非法入侵。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赶紧把人赶走，关门，有什么好啰嗦的？你孙子偷了外卖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这么嚣张，过分了。丁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会继续和这一家沟通，一定会让他们赔偿你。行，就交给你们了。熊孩子偷吃了外卖，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甚至都没有被骂上一句，这自然是一种鼓励，所以他一定还会再犯的。都快末世了，谁还惯着你？等着。我说，你好歹也是有几身家的人，怎么就那么爱计较呢？吃你一顿外卖怎么了？对于你来说不是9牛1毛的事情，你居然还好意思找物业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乡里乡亲的，别把事情闹得难堪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孙子偷了我外卖，你居然还振振有词，还警告我，威胁我。不能打，小不忍乱大谋，我还要用我的办法整你们呢。要是我现在一凶，把熊孩子吓坏了，不敢再偷了，岂不是浪费我的一番设计吗？小宝，下次还拿他的外卖，反正他有钱，吃他一点也是应该的。要的就是你们的得寸进尺。
他照常收100桌酒席，又收了1天的快递，8万块钱点了一份最贵的午饭。而这一顿食材最妙的地方在哪？壮阳，有助兴之效。当外卖员把外卖送到，熊孩子就把外卖拎进了自己家门。丁一昨天居然敢找物业，嘿，不就是拿了你一份外卖，至于吗？所以今天再吃你一份，算是给你的教训。这是人家的外卖，我们吃了不好吧？他那么多钱，11点怎么了？秦大妈满不在乎。而且彩票的钱都是怎么来的？还不是我们老百姓1块钱1块钱捐出来的，所以这叫不义之财，我们还不能吃了。这应该值不少钱吧？我们要是吃了，会不会有事？有什么关系？最多几百块，他还能让警察把我们抓了？小孩子不小心误拿的，说破天又能有什么问题？啊，真好吃！确实不错，这种肉也太鲜美了吧！奶奶，我明天还能再去拿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一会，秦大妈就开始燥热起来，而秦大爷也一样如此，两人互看一起，便让孙子去看电视了。他们则是进了屋。一会之后，动静消失，但没过一会又开始了，然后再次平静，不断的重复着。我去，你爸妈也太不知羞了吧！没到晚上居然就搞了起来。要知道秦康还在客厅坐着呢。儿子，快打120，你爸出事了。我爸怎么了？你爸从中午一直硬到了现在，刚晕过去了。秦家儿子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老子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居然还会遇上这种事。一会之后，120急救车就来了，两个人居然是被一起抬下来的，说明什么？只要不是傻子就可以猜到吧。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秦家那两口子干大事的时候出问题了，马上疯，还叫了120。人家才30岁左右，不至于就马上疯吧？不是他们家儿子和媳妇，而是那老两口。什么？他们都60多了吧？这么大把年纪，居然还闹出这样的丑闻？嘿嘿，以后他们在小区可就得掩着脸走了。不过秦老头能不能救回来都是问题。活该，秦家那老两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，最好全部死在医院。随后丁一去报案，得知被偷了一份外卖后，警察叔叔都笑了。小伙子，外卖被偷了是可以报警，不过我建议你找物业看监控，然后直接去找偷外卖的人。都是邻居，有些事情还是私下解决比较好。确实，第一次外卖被偷后，我就是先去找物业的，也找到了偷外卖的人，就是我隔壁邻居家的孙子。不过他家的大人不但拒绝赔偿我的损失，而且还是出言辱骂我。今天我又点了一份外卖，还是被他们家孙子偷了。这就过分了，偷东西在先，不但不进行赔偿，还要骂人，然后再犯。你不能逮着老实人这么欺负啊！行，我跟你走一趟，帮你严肃的批评他们。还有我这份外卖比较贵，多少钱？8万。多少？这是发票。如此一来，这事就大了。乖乖，你这一份外卖顶我1年工资哩。行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秦家老两口经过紧急抢救，秦老头终于给救了回来，而老两口也分了开来。既然没了生命危险，一家人自然就要思考起来了。秦老头怎么突然就化身成了泰迪呢？秦老头的血中有大量助兴成分，所以才会长枪不倒。怎么会呢？老爸平时又不吃补品。那份外卖是外卖，丁一，你个王八蛋，我饶不了你。丁一，秦大妈迟疑一下，还是把孙子偷外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一定是他，太恶毒了，居然在外卖里下毒，我要告他，让他赔得倾家荡产。报警！仅仅只是过了1分钟，他就看到2名警察走了过来。咦，好快的出警速度！你们就是秦康的家属吗？我是秦康的爸爸，刚刚也是我报警的。报警？你们不是偷外卖小孩的监护人吗？为什么要报警？行，你们先说说你们的情况。秦大妈抢在前面，把事情说了一下，一口咬定丁一是故意投毒。你们的意思是，丁一在自己点的外卖里投毒，目的是害你们？不错，就是这样。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得到检察院的认同，法院也不会受理。当然了，你们可以自己请律师告丁一，这是你们的权利和自由。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调查偷外卖的事情。其实也不用调查了，你们刚都已经承认了，这就好办了。因为偷外卖的是小孩，所以只需要赔外卖钱就够了。明明是丁一投毒，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都分析出来了，你们警察是瞎的还是傻的？行，我们赔钱，但丁一也要赔我们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。外卖才值几个钱，我买会让丁一赔的倾家荡产。那就好了，一共是8。一份外卖8万块，你怎么不去抢的？警官，你们不能让丁一那小子狮子大开口啊！什么外卖能值8万？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，确实是8万，有发票为证。而且我们也确实去了对应的餐厅做调查，光原材料就价值6万多，餐厅还要交税，赚一点便需要8万了。完了，早知道就不让孙子去偷外卖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丁一报案，警方受理，我们还承认了。不对，只要我们坚持是丁一投毒，就一定能让他赔得倾家荡产。毕竟老头子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是事实啊。我们承认外卖确实是我们偷的，但这也证明了就是丁一投的毒。首先，丁一从头到尾没有碰过外卖，不存在投毒的可能。其次，所谓的毒药其实是补品，丁一是一个大小伙子，吃点补品很正常，只是被你们偷了。虽然我不是律师，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只要丁一坚持这外卖是给自己点的，那你们就不可能让他赔到1分医院费。警察帮着坏人欺负我们一家老小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
后面几天，丁一继续购买各种末世物资和能源，改装车辆，加固房屋。总之，肯定在末世开始之前囤够至少200年的物资和武器。嘿嘿，什么时候还钱？胡老大，你再宽限2天，我一定还你钱。还宽限？都宽限你几回了？我不管你们欠债讨债，但卡着电梯不让人走是什么意思？有问题出去说，别在这妨碍别人。哟呵，特么的，给老子滚出去！哪怕你们是业主也没有资格赶人，更何况还不是，要滚也是你们滚，快点！你们已经浪费我不少时间了。哎呦我去！操！架打的太少，经验不足，滚！你别以为帮了我，我就会感谢你，我可没有求你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在末世这种人活不到第2集，欠了人家多少钱？要不等下我帮你按1楼，那4个人应该还在1楼呢。虽然我不是特意为你出手，但确实是帮到了你，你不说谢谢也就罢了，还向我恶言相向，这就不对了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对不起，得亏是现在，要是进了末世，我一发子弹崩了你，你死了也是白死。丁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先开下门，我有些事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就在外面说好了。丁一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我也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弥补你所受到的伤害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其实我爱的人一直是你，我会怀上张子浩的孽种，其实是因为我被他强暴了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真的？那张子浩竟如此卑鄙恶劣？丁一还真是天真，这么一说就让他相信，这男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那你去报案，告他强奸。哎呦我的妈！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我又没有收集证据，告不了他。没有证据怕什么？女生只要撤回同意，那就是强 X。丁一，算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小杰也死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障碍了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丁一，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我给你生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儿子。我真要再娶，有妹不香吗？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？是不是那个律师？这个贱人，果然，当初我就觉得奇怪，原来早就不怀好意了。丁一，那律师一看就是个拜金女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女人缘，可突然就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倒追你？她看上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你的人。但我就不一样了，当初你一无所有，可我还是喜欢你，选择了嫁给你。丁一，娶妻要娶贤，再漂亮的女人也有老的一天，只有爱你的人才能与你相伴一生。我特么，这脸皮得厚到什么程度？你嫁我是因为爱我？靠，是为了你掩饰你未婚先孕，是为了保护张子浩的名誉和工作，你找我这个老实人接盘，还能用来证明是爱我的人，牛，果然人至贱则无敌。丁一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律师，说你投资失败，已经没钱了，看他是不是立刻和你分手。呵，如果我没钱的话，你还会来找我，哪怕他看上我的钱又如何？她长那么漂亮，胸又大，我很喜欢她，所以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丁一，日久见人心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只有我是真心爱你。丁一。吃了晚饭后，丁一就去健身房挥洒汗水。等下去吃夜宵。好啊。宵夜吃的是烧烤，丁一特意点了几只羊腰子，让刘素素俏脸晕红，分外妩媚。吃完，两人回家，打开房门进去。丁一，我听人说你昨天晚上留了一个女人过夜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现在是单身，单身的男人还不能找女人了。丁一，谁呀？找我有事。就是17楼的那个美艳少妇韩云，也是上级被追债男人的老婆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要借多少？30万。虽然是一栋楼的，只是电梯里遇到过几次，连朋友都算不上，上来就开口要借30万，这不是把我当冤大头吗？发生什么了？我老公赌钱输光了不说，还借了赌场的钱，现在人家找上门要钱，他们说如果3天内还不上钱的话，要我去做急还钱。你怎么会嫁给一个赌鬼的？我老公以前不这样的，他事业有成，人长得又帅，只是后来他被人骗了，投资失败，把辛苦打拼出来的公司赔了个精光，从此就消沉了下来，后来更是染上了毒瘾，只是他以前最多输个几万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下子输30万的。你不应该找你公公婆婆要钱吗？公婆已经对我老公失望了，不会再给我们钱了。好吗？连当父母的都放弃这个儿子，但他居然不离不弃，啧，真爱啊！不过黄赌毒，赌和毒沾一个都会妻离子散的，黄的话除非你身体好，否则累死都不会破产的。第一，你帮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借钱给你？我可以豪掷50多万买辆车送给刘素素，你呢？把我当烂好人吗？嘿嘿，不过你要用一样东西抵押的话，我就借钱给你。你要我抵押什么？你无耻！丁一，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我是绝不可能答应你这种无耻的要求。呸！禽兽！是你来借钱的，我还不能提要求了，空口白牙就要借走30万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而且你还当着别人的面说这样的话，这显然是在故意抹黑我。行，等着。丁一冷笑一声，直接来到韩云家门口。谁呀？物业。这时，
韩云也在屋里张望，看到丁一的时候，不由得心虚。我还没给你钱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你怎么收钱？我没有现金，你给我一个账号吧，我转账给你。什么钱？你们做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。这是事实，可是林有为怎么可能相信？没钱你给我老婆钱做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？你说，你刚才背着我出去干嘛了？韩云知道丁一是故意的，为的就是报复自己刚才给他抹黑，但现在他也只有耐着性子向丈夫解释。我刚才去向他借钱了，只是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，我拒绝了他，他应该是不爽被我拒绝，所以才会故意来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挑拨离间的话，我会给真金白银吗？账号啊，我给你转账。你把你的收钱码给他。老公，你心中没鬼的话，干嘛怕把收款码给他？5000，他给你转了5000块，你说你们刚才到底干了什么？是不是？老公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他就是为了让你误会我。我对你挺满意的，下次再来找我啊。不过现在的韩云还是挺傲气的，你宁可饿死也不愿失节，我反倒敬你，拭目以待吧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距离末日也越来越近。丁一在股市里的钱已经达到了30亿之巨，虽然2个月之期还没到，但他已经不停的采购物资，别墅改造如期完工，丁一住进新房，满意地支付了最后的尾款。这一世我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丁一，我受一个最好的小姐妹邀请，去她的新家参观，且还要住上一段时间。啥时候回来？至少半个月。我闺蜜是个重度末日迷，前2年就开始打造什么末日堡垒，这2天终于完工了，邀我过去做客，我怎么也推不掉。天哪，为什么会有末日迷？居然动用关系，特意在山里买了一块地，花了将近1个亿去建一个铁笼子啊！确实有些末日迷把自家地下室改造成末日庇护所，网上甚至还有末日罐头卖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国内不但有这样的人，居然还愿意花1个亿去造末日堡垒。只能说歪打正着，只是你这不是跟我抢妹子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我收拾一下，叫的车已经来了。6月1日，丁一吃着早饭，却有些食不知味。时间来到了9点，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准响，那是重物砸在玻璃上的声音。拳头大的冰雹，末日如约而至，温度直30度往下跌，仅仅只是一个小时之后，室温就下降到了15度。晚上带上胡子，来到地下室开始溜。丁一，你在哪里做的整容和隆胸手术？我听说现在做这种手术可不便宜，光是手术费就要几十万，再加上手术后的养护，至少也得7、80万吧。郑友军一听就急了，他可是清楚的知道女儿手里总共有多少钱，真要为那张脸和胸花了7、80万，别说补贴儿子了，甚至还得倒贴钱啊。娟，这小子说的对吗？真他妈猪队友！现在一家人不应该一致对外吗？你就因为丁一句话就反问我，这不成窝里斗吗？爸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不想我们家安生。我做医美没花多少钱，你就放心好了。这场冰雹最好下久一点，这样你那2个亿就只能躺在银行里，只能看，却什么也买不了。哼！哟，你这嘴是开过光的吗？挺灵的吗？你这个人真是自私，就为了让我的钱无处可用，居然巴望这种天灾要一直持续下去。你这是想让街坊邻居、父老乡亲都蒙受不幸吗？这女人不守妇道，未婚先孕，骗人当街盘下，人品自然大有问题。现在更是希望这场冰雹一直下，这是何等歹毒的心肠！要知道有很多人是正常出去上班的，现在却被困在了单位里，你却希望冰雹不停，不是想让自己一家妻离子散？毒妇啊，你们是怎么教出这种女儿来的？冰雹连续下了2天，丝毫没有减，而大也依然完全没有散去的迹象。华夏人都没有囤食物的习惯，都没食物和水了。我在阅读里发了张照片，拍的是10箱方便面和20箱水，只是单纯的炫个富罢了。嫂子，你看到有人在群里发了食物和清水的照片吗？这不是个好人，你千万不要去理他。大不了多花点钱买呗，还能咋地？晚上，丁一吃过饭之后，继续去遛狗。丁一，你家还有多余的食物和清水吗？卖给我一些，我也买点，你开个价吧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大家都需要食物和清水，哪能全部给你？不好意思，我也就只有那么点物资了。这场天灾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我得自己留着。你不卖的话，干嘛又要发到群里呢？丁一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就是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饿死、渴死吗？怎么有这么狠毒的人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？这个老六，有人的嘴巴甚毒，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丁一的假儿子。难怪老婆生了个野种出来。我操，买卖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，尤其是这种天灾的时候，我肯卖你食物，那是我善良，我大方；不卖你，那也只是本分。你能说我什么？哥这给我上纲上线，甚至辱骂我，揭我的伤疤，那我也不能忍。丁一看了那人一眼，又看了眼他边上的女人，应该是他老婆吧？30岁不到些，长相还行，身材倒真是不错，前凸后翘，腰还很细。想要吃的喝的吗？来我家。你这是当着我的面挖墙脚吗？你也太嚣张了！滚，让你嘴欠！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法律、秩序甚至道德都已经开始在瓦解崩溃，你居然还敢挑衅我，真是找死！你不但行凶，还纵狗为恶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给我赔个倾家荡产，这件事情休想过去。咦？那你报警呗。难道你觉得这场天灾不会结束吗？一旦天灾结束，像你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恶行肯定会被清算。你可以随时来我家，不过要付出什么，你懂的。
末世来临，天灾第3天开始断水了，人心已经开始浮躁，家家户户都是闭门不出，看谁都像是坏人。而这一切仅仅只需要3天。早饭，萧然和胡子又是肉包子，又是牛排，还有牛奶水果，都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末世前早餐都不敢天天吃肉包子，更别说牛排了，那是有钱人吃的。现在可好，虎子可以天天吃。第3天了，但冰雹没有停下，浓雾也丝毫不散，国家的救援更是没有出现，这大家都得坐吃山空，断水断粮。再过2天，嘿嘿，就要开始动手抢粮了。什么金香林银亲戚，自己饿惨了渴死了，照抢。人性的丧失只在一念之间。丁一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现在都爆发了天灾，也许会持续很久很久，所以我绝不是贪图你的钱，你相信我是真心的，好吗？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嘿嘿嘿。来了来了，你打的是什么主意？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我考虑一下。他上钩了。这小畜生当初敢当众羞辱我，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一切按计划行事，我骗他打开门，爸和小弟立刻冲进去将丁一控制住。我们这么做，万一天灾过去了，丁一去报警呢？以现在的情况，天灾绝不是短时间会结束的，所以这一次应该会死许多人，肯定会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做出类似的事情，法不责众，绝不可能单独清算我们，甚至我们直接把丁一杀了，那他又如何报警？杀人，没想到女儿竟会说出如此狠话。总之，你们不想活活饿死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好好干。对，我们都要饿死，还怕犯罪？我是韩云的小姑子，叫张静雅。萧大财主，你是不是有很多吃的喝的？不是特别多，但够吃。可以卖给我一些吗？呵呵，现在食物和净水就是生命，你说谁会卖自己的命？那你要怎么才肯给我吃的喝的？我快饿死渴死了。先进来。哇，你这里好暖和，这是给我准备的吗？没错，不过能不能吃到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丁一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探了过去。张静雅不由娇躯一颤，却并没有阻止或推开。她已经饿了2顿，关键是太渴了，这完全瓦解了她的意志。先去吃吧。张静雅大喜，哪会客气，立刻先咕嘟咕嘟喝光了一瓶水，只觉水绝对是人世间的最美味。解决口干的问题后，她开始吃起了饭和菜来。丁一也没有闲着。接春，丁一只觉浑身轻松，果然啊。夜晚，一行4人悄然出现，正是郑娟一家。这么热情，全家都来了呀！你们一家子过来了，还趁我开门冲了进来，想要控制我？嘿，该不会想要霸占我的房子吧？我们有首歌是怎么唱的？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而豺狼来了，我们有猎枪。丁一，10响点，交出食物和水，滚出别墅，饶你一命，不然我们4个单挑你一个。前世郑娟给我戴绿帽子，一家人压榨我，还活生生被你们分食，今世就让你们偿还。丁一，听到没有？滚出去，不然嘎了你！丁一，我们跟你拼了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。丁一又出3包方便面，外加1瓶水。他为什么这么好心？错，他哪是好心？第一，他可不舍得郑家4人死得太快；第二，4个人给3包方便面和1瓶水，那又要如何分配？以后还想要吃的，就跑过来挨顿揍。现在给我滚蛋！暂时你们还不能嘎，得多折腾他们几天。现在先让这家人为了食物抢破头吧，很期待这家人的窝里斗。末日进入第4天，停电了，外面是零下10几度的低温，没了空调让人怎么活？这也许是最让人绝望的一天。从今天开始，文明、秩序、道德将完全崩坏，人类不是回到了原始社会。好好好，这就带你下去转转。你又不是雪地3傻，车库那么冷，你怎么就不怕呢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前2天这里冷冷清清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人变多了，但基本是大爷大妈。小丁同志是吧？刚才我们几个老同志正在讨论小区的未来，我们一致认为这场天灾持续的时间不会短，所以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首先，我们得避免资源的浪费。小丁同志，你应该有不少食物和瓶装水吧？你拿出来交给我们保管，我们会按需进行分配。等天灾过来，我们一定替你上报党和国家，该是你的功劳，绝不会跑了。马大爷，你是把我当傻子耍呢？还把食物交给你，统一分配，你倒是去试试。现在谁会把食物和水交出来？小子，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可以目无尊长。小伙子，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听大妈的劝，赶紧给马主任道个歉，乖乖按他的要求去做，不要跟党和国家作对，不然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我今年27岁，你最多70岁，就算你的年龄是我3倍好了，我一天吃3碗饭，所以你一天至少吃1碗盐。那大妈直接就无语了，只觉丁一这个人简直不能理喻啊，让这些大爷大妈默不气的半死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丁一一笑，带着胡子扬长而去。可以给我点吃的喝的吗？哈哈，这就扛不住了。可以，不过我可以跟你上，但你要答应我的条件。你过来，我们当面谈。好，我要100斤大米，还有1箱水，你还得帮我搬到16楼。果然是漫天叫价。我让你在这里饱餐一顿，水放开了喝，你回去的时候，我可以再给你1包方便面，1瓶水。不送。50斤大米和看你表现，我可以在你走的时候多给你几包方便面和水，不同意就走。换回了3包方便面。老公准备吃饭了。家里还有吃的吗？
我问邻居买的。你身上还有钱？我把金戒指给了人家。你那戒指当初可是花了1万多买的。算了，现在这世道，估计以后钱啊、金银珠宝什么的都没啥用了，能够换点吃的也好。立刻又开心起来。末日到来，他欠下的赌债、房贷、车贷、网贷也都不用还了。哈哈哈！那个丁一最惨了，钱还没有捂热，结果天灾来了，这下好了，他有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。呸！暴发户，活该！就是你口中的暴发户给的食物和纯净水，而且还把你老婆给完了。你嫂子败家的很，用金戒指买了3包方便和3瓶水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和水，金银又不能吃，钞票也只能擦屁股。女孩子家家，说话文雅一点。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这是真话，在丁一那边确实吃饱了，甚至还有些撑。张静雅倒是不客气，接过一碗面就吃了起来，但心里却有好奇，这面怎么和丁一给自己的是一个牌子？偷丁一外卖熊孩子一家正在密谋怎么攻下丁一的别墅占为己有。老公，真要这么做吗？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多了，家里更有5口人，不拼一把难道活活饿死渴死吗？而且抢的是那个混蛋，咱儿子只是顺手拿了他一份外卖而已，他犯得着故意设套，先把咱爸送进医院，又让我们赔了8万块，现在机会来了。那王八蛋确实不是个东西，还故意在群里炫富，结果老马他们问他买吃的，他完全不理人家，摆明了不管大家的死活。我们去抢他，可以说是劫富济贫，为民除害。半夜11点啊，一家人悄然出动，现在可是零下15度，正常的冬装哪扛得住？多穿几件还是冷得直哆嗦。怎么办？这门可打不开啊！要不回去再商量商量，明天再来。怎么办？门都开了，我们进去，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。这应该是电子门，所以应该是出故障了。丁义肯定正在睡觉，所以这时候杀进去，这家伙可能根本不会知道，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五花大绑，生死由我们掌控了。这么大晚上的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居然还有电，而且还很暖和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很好，这个别墅以后归我们了。丁一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现在给你2条路，要么你自己乖乖走出门，要么我们把你砍死锤死了，再把你兜出门。当初你不是仗着有几个臭钱设计陷害我们吗？现在你在横啊，有钱又有什么了不起？你难道还能用钱砸死我吗？跪下来！你们一家还真是，算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我还得睡觉，就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收。秦东方消失了，这一下秦家4人都惊呆了。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你个王八蛋，还我儿子！魔鬼，你是魔鬼！半夜携带凶器入室抢劫，末世前嘎了你们也是正当防卫，何况是现在。一夜过去，末日进入了第5天，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焦躁。丁一带着胡子到地下室逛逛。丁一，最近是不是特别焦虑？有钱也没处花，可看这情况，好像天灾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结束的。所以你是在幸灾乐祸。我现在的物资可是富可敌国啊，你非要这么挑衅我，行，那就别怪我当面羞辱你了。好了，老公，现在都在蒙受天灾，又是一个小区的邻居，本应该互帮互助，何必如此呢？是啊是啊，两女都怕惹怒了丁一，以后丁一就不跟他们进行交易了。林有为啊，林有为，你今天早上还能有半包方便面下肚，你以为是谁给的？就在这时，胡子自碰韩云和张静雅嗅着丁一，然后摇起发来，显得十分热情。见豹子热情，两女自然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，不由想到了什么，互看一眼，都是脸一红。姑嫂两人都跟一个男人睡了，情何以堪？你想干什么？跟我过来，不然我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。你跟我老婆说了什么？混蛋，你给我站住，站住啊！老公，别生气了，我们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别气坏了自己。我们回家，外面好冷。老公，你们先上去，我想办法再去借点粮。林有为不由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媳妇，心想刚刚丁一对你附耳低语，你现在又要一个人离开，是不是有鬼？他只是好又不傻。我陪嫂子一起。对，让静雅跟你一起去，有表妹陪着一起，亮寒雨也不可能再去找丁一了。去丁一那边会发生什么？两女都是心知肚明，自己一个人去倒也罢了，可两人一起，关键还是姑嫂关系，这怎么受得了？要不嫂子你先回去吧。他自然是有私心的，去丁一那，他可以先饱餐一顿，而在家里等着的话，他就只能吃方便面了，那是吗？做一次和做几次有什么区别吗？韩云呢？我不是让他过来的吗？我嫂子有些不好意思，今天先我来，明天再换我嫂子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2个。得知丁一要2个人一起，俏脸一白，差点晕死过去。但是想到老公，她还是强行忍住，不就是被折腾个把小时吗？去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玩。接上集，韩韵背着老公找隔壁邻居换食物。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？现在食物太少了，人家一开始不肯卖，我们好说歹说，这才让对方答应的。现在谁还会那么傻，把食物和水都卖了？这可是代表着命啊！你洗了头？你在哪里洗的头？贱人，你特么敢背着我偷男人！哥，嫂子也是为了你，不然你早就饿死了。那个奸夫是谁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丁一？是不是丁一？走。丁婆要怎么赔我？你想我怎么赔？简单，把你食物都赔给我，那个贱人就送给你了，反正我也玩腻了。你好大的胃口，我打算买你老婆，你开个价吧，要几包方便面和水？
10包。林有为你混蛋，为了10包方便面你就把我卖了，你不是人。10包你也不配。小区另一边，老流氓莫鹏和几个邻居正在商讨如何解决丁一抢夺食物和女人。各位，我们只要做成这一票，哪个女人只要把食物和净水拿出来，干了。老李，你之前是开锁的，工具和手艺还在吧？没问题，那就好。老李负责开门，我们负责拿下丁一，都他妈给老子狠一点，往死里下手。我们晚上12点行动，老李，看你的了。这是最高级的电子锁，特么的，这小子到底有多么怕死，连地下室都用上了这么高级的电子锁。我需要点时间，特么的，这天气太冷了，老子的手都冻得在哆嗦，连平时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。你给个数，还要多久？30分钟吧。特么的，30分钟我们没被饿死就冻死了。老李，有你的，怎么刚刚还说最快10分钟，接下来就立刻打开了？门不是我打开的。枪，现在听我说，我要你们办一件事，办成了给你们10包方便面和10瓶水，要是你没有办成，又或是想要抢的话，那就送你见阎王。我前妻家知道吧？我要你们每个人将他们你们只有1天时间。一夜过去，小区中都在传郑家发生的惨事。你知道吗？就在昨天晚上，那老师带着一群人撬开了郑家的门，冲了进去，把郑家4人了。为什么是4个呢？因为郑家4个人都在惨叫，停了一会儿又继续，实在是惊掉人的珠子。这可是402的赵阿姨说的，虽然她没有亲眼看到，但听得可清楚了。不但在群里说，第二天一早就赶紧去了车库，逮着人就说这事。我们几个大男人合力，难道还治不了一个人？莫老四，我们都等你信号了。好，他虽然有枪，我们就趁他不备将他拿下，以后小区的女人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你们这些人的作用就是给郑家带去痛苦和羞耻，现在目的达成，那还留着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紧接着晚上又来了一波人，准备强攻丁一别墅，带头的叫李忠林，就是他骗大家说有个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，能搞到避难所名额。小婷、瑞芬，看你们的了。OK。卧槽，你们也是来为民除害的吗？哈哈，我们先把事成之后的分配决定一下怎么样？我们两边的人数差不多，所以无论得到多少物资，我们一边一半如何？各位，我的提议应该非常有诚意，你们哪怕不满意，也可以好好沟通吧，至于一声不吭吗？卧槽，这难道都是丁义干的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死点人算什么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们今天必须把丁义拿下，否则的话我们会饿死、渴死。现在不拼，那就真的只有等死的份。给我鼓起勇气来，丁义也是人，而且他才一个，我们需要怕他吗？你们最好怕我。来都来了，还想跑？虎子收了他们。就在刚刚，胡子也变异成黑洞异能，可以吞噬一切。一夜过去，卧室进入了第6天。你听说了吗？郑家那对父子真是奇葩加绝情啊，居然把郑娟绑了起来。都可以，只要1包方便面就够了。估计生意也不是很好吧？现在大家都缺粮缺水，哪还有精力玩？不愧是郑家，又把下线杀心了。啧，韩云昨天怎么没来？我长这么好看，不就应该好好享受男人的宠爱吗？以后啊，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一个臭男人而伤心了。我们现在去洗澡，你是在这里等我们，还是一起？在2号楼，徐峰是这一栋的楼长，灾变之后，他也积极无比的协调着楼栋内的邻居矛盾，颇有威望，也准备拿下丁一的别墅。各位，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危险，相信不用我多说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自救。而且这情况虽然危险，但也不是一次机会。你们难道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了吗？你现在杀了人可以报警，但又有警察过来吗？这意味着什么？法律不存在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团结起来，是不是可以有一番作为呢？第一步，我们先称霸整个小区，成为实际上的控制者。有了足够的人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计划向外扩张。我相信这场冰雹不可能一直下去，而只要冰雹停了，哪怕还有大雾，以我们对小区四周环境的了解，完全可以去附近的超市、便利店寻找物资，并且入侵其他小区。你们难道不想3妻4妾，不想有一堆人服务你们？以前不可能发生，但现在只要你们敢想、敢做、敢拼，就一定会实现。一众人莫不被调动了情绪，纷纷振臂吼了起来。徐峰见火候差不多了，谁愿意跟我一起干？我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把丁义拿下。首先，丁义在小区里公然杀人，而且杀了不止一个人，许多人已经将他视为魔王，所以我们把他拿下的话，威望就可以一下子立起来了。第二，丁义手里应该有不少物资，我们把他拿下之后，应该可以在短时间内不必担心饿肚子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容等到冰雹停下。徐峰打丁义主意的人不少，可全部都死了。有人说，在他的别墅入口处堆起来的尸体都有20具了吧？对啊，这个人太凶残可怕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他的好。丁义再强，那也只是一个人而已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上还制服不了他？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计谋。什么计谋？他说完之后，众人不由眼睛生光，再无之前的犹豫和惧怕。有事，
我有一个消息要卖给你。什么消息？要卖多少？有人要对付你，你给我1箱方便面和1箱水，我就把他们的具体计划告诉你。我可以每天给你3包方便面，2瓶水，前提是你有作用。行，我们可以长期合作。我叫郭浩然，是2号楼1902室的业主。今天我们楼的楼长徐峰把我们叫了过去，特意开了个会，就是商量如何杀你。具体计划呢？我的食物和水呢？徐峰他们计划在今天晚上夜袭他们中有电焊工，你这铁门可未必扛得住电焊吧？而且他们一共有9个人，一涌而入，手里全部拿着刀具，你挡得住吗？你加入他们，随时向我汇报情况。你给的这些东西只够我说出消息罢了，想让我当内奸，得加钱。盯着他们，时刻向我汇报，以后我每天都会给你相同数量的食物和水。成交。怎么样？那小子上钩了吗？4包方便面，3瓶水，你们说那小子相信了没有？那小子绝不会想到，我们之中不是出了一个叛徒，而是故意送了他一个内奸，这叫碟中谍。说说别墅里是什么情况？那小子谨慎无比，根本没让我进去。不过我看了一下那铁门的厚度，足有50公分，是由电力控制的，不然光是推开都要花不少力气，哪怕还有电，用电焊切开门也不现实。卧槽，他把家整成了防核弹级别。幸好我们没打算从地下室攻击，不然只能徒劳无功。不过没能摸清楚别墅内部的构造啊。没关系，现在这小子的注意力全部在地下室，晚上按计划行动。2队佯装从地下室攻击，吸引丁一的注意；1队则是从地面攻击，打丁一一个措手不及。等到我们攻入别墅，那小子仅只有1个人，又如何挡得住我们？跟我说从地下室攻击，那真正的攻击应该是从别处声东击西，转移我的注意力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一个女人，咦，好像有点眼熟，想起来了，那个嘴欠男的老婆，果真还是来了。咦，对，嘴欠男，这是打算以老婆为诱饵搞偷袭。白送的小少妇不要白不要。丁一，是我，玲玲，你不是说我只要饿了，随时可以找你要吃的吗？食物我有，但你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知道，我会陪你睡觉的。好。不要啊！靠着门，把屁股撅起来。深夜，徐峰等人行动了，他们兵分2路。兄弟们，能不能发财？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？能不能让美女躺在我们面前乖乖叫爸爸？就看这一次了。这家伙还真是舍得啊，居然把地下室的入口改造的这么结实。难道这家伙还未卜先知，知道会有末日发生？肯定是丧尸电影看多了，这次厚的铁门自然是防丧尸的，现在只是下毒冰雹，天气寒冷，这铁门再厚又有屁用？不过这小子要是真是被末日电影洗脑的话，家里储备的物料应该还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枪，跪下！差点被你骗了，你又不是警察，而华夏禁枪，我不信你可以弄到枪。之前那些人被你一把假枪吓住了，其实是自己笨死的。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是真枪啊！同时，地面部队也杀到了丁一的别墅前面。什么情况？这分明就是一块钢板啊！我操，无情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撤！不是这大门吗？你特么蠢吗？连窗户都用钢板封上了，大门会没有保护？赶紧撤！来了就不用走了。卧室第8天中午时分，韩云姑嫂来了。不过3人还没有开始，钟伟也来了。丁一当然不会嫌人多，把钟伟也放了进来。这下3女都十分尴尬，完全不认识，可偏偏要一起挨炮。你要愿意的话，甚至可以成为这个小区的王，每个人都会听你的命令。我对号令他人没兴趣，不过今天来点新花样，我们来个商女不知亡国恨。你休想！你们呢？谁乖乖听我的话，可是有奖励的哦，1包姨妈巾加1盒面膜。3号楼一个叫张坤的人又来弄什么幺蛾子？喂，丁一，我是张坤，3号楼的代表，同时我也是奥特曼在人间的代表。任何相信光的人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拯救。别废话，有屁就放。你相信光吗？罪恶的人啊，你只是迷途的羔羊。停，说重点，不然我就挂了。我想向你买一些物资，1栋楼的人都是嗷嗷待哺，希望你可以答应。你不觉得应该向你的奥特曼祈祷，让他赐予你物资吗？靠，要是奥特曼能够赐予食物的话，那谁还需要努力工作呢？这只是一种信仰，信仰你懂不？嘿，没信仰的土狗。我知道你喜欢女人，我们教会也有2名女教徒愿意牺牲自己，可以每天都满足你的要求。你每天给我们2箱方便面或等量的食物，再加上2箱水，怎么样？首先，你们到底是教会还是窑子？第二，既然做鸡，那就得好好了解一下行情。现在陪睡一次只收1包方便面，水是另算的。你们那2名女施主是镶了钻，还是美如天仙啊？居然要个收1箱水和面的。我们这栋楼的人太多，每天至少需要2箱方便面和水。这样吧，你还需要多少女人？我再去动员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主动牺牲。你的信徒到底是信仰光，还是信仰我的物资？什么意思？你装神弄鬼，把3号楼的女的都霍霍一遍了吧？还把不相信光的人都嘎了。我们就来验证一下，光和食物人类会信哪个？任何人只要将3号楼的张坤爆了菊花，赏10箱方便面或等量的任何东西。会一会，整个小区就听到张坤的惨叫声。卧槽，那么快张坤就被爆菊花了？喂，哪个？
肖先生你好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秉成。肖先生听说过宏远地产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宏远地产的老总。肖先生知道就好了。我有个提议，肖先生如果肯把别墅让出来，又或者让我们住进去，那么等天灾结束了，刘某愿意把手中一半股份拱手奉上。刘总就不必给我画饼了，这场天灾，先不说什么时候结束，哪怕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，又会死多少人？在这样的冲击之下，刘总觉得你手里的股票还能值多少钱？钱有毛用？行，那我们不谈钱。听说你喜欢美女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个，你先看看入不入得了你的眼界。我把这女人送给你，你可以给我多少食物和清水？刘总卖的不是房子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人口贩子了？这是我的情人，不过我的年龄足以做她父亲了。选她也是因为她足够漂亮，又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可以给我儿子最好的基因。为了我儿子，我可以舍弃一切，但同样的，为了她，我也可以把什么都豁出去。刘总，这是要与我开战吗？我当然不战，毕竟肖先生这些天的战绩相当惊人，我还是希望肖先生可以接受我的提议，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，而你只要给我儿子足够的食物和水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最好答应，我还带了2个保镖，都当过雇佣兵，打百10个普通人跟完事的，所以肖先生最好接受刘某的提议，这样便是皆大欢喜。提议不错，但下次不要再提了，再见。拿自己的女人当货物交易，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丁义拿起手机又开始发布悬赏，这次是针对刘秉成的。买一个人的命，姓名刘秉成，宏远地产的老总，现在正在我们小区，身边至少有2名保镖。我不管是多少人动手，只要可以把刘秉成杀死，我便奖励20箱方便面或等量的物资。他拒绝了。你不是说他好色吗？居然可以拒绝这么诱人的条件。是啊，所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刘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强攻吗？就凭你们4个人想要强行破门，不可能的。那我去诱他开门。那小子的别墅必然是被改造过的，换作是我的话，花费这么多钱改造之后会布装监控。现在虽然停电了，但我完全可以自备发电机，用上柴油、汽油之类，撑上10天半个月绝对没问题。所以我们在门口一站，哪怕不发出声音，也瞒不过里面那个小子，所以他才嘎了那么多人。那怎么办？你们干嘛总盯着丁义呢？哦，有人来了，居然是嘴欠男的老婆玲玲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想要吃的。吃吧，你老公知道你过来吗？知道。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提过，现在小区里都是什么情况？张坤和刘秉成都没被干掉，确实有人想要拿悬赏，对张、刘2人发起了攻击，但都被挡了下来。但张坤内部现在越来越不团结，刘秉成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多人，都是精壮的男人。吃过，丁一就和玲玲就开始锻炼了，尽情的挥洒汗水。你只要放了我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，我跟你好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你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侃哥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，不然不可能连续4天都来找我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就永远不会背叛你。没有人会喜欢我的，我长得那么丑，而且也没有钱。侃哥，你要我发誓吗？帮我脱困，我一定会遵守诺言。现在所有人都背叛我，只有你对我好，我不跟着你又跟着谁？刘侃本就异动，听到这话再无犹豫，替郑娟松绑，躺在这里任人玩弄，他还有什么羞耻心？侃哥，待会出去，我们把外面的人全部杀了。外面的人可都是你的亲人啊！哪有把亲人绑起来卖的？所以他们都得嘎。为了你，我愿意。侃哥，你先出去，埋伏在他们的身后，然后我再开门出来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他们看到我肯定十分吃惊，你就趁机出手，优先攻击2个男人。你这个毒妇，居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弟！从小到大，你们一直偏爱弟弟，有什么好东西只顾着他？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哈哈哈，我连儿子都设计弄死了，杀弟弑父又算什么？轩，我是你妈啊，我可从没有害过你。你之前那样也是你爸的主意，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但你又阻止了吗？没有，哪个当妈的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坐鸡，被不同的男人玩弄？你不配。刘侃的战斗力太弱了，我需要更多的帮手。别的女人只会用身体换物资，但是我不同，我不要再做别人的玩物，我要做操控他人命运的女王。我要在小区里建造一支听从我命令的军队。接上集，丁一前妻郑娟嘎了自己父母和弟弟。第2天一大早，玲玲就来找丁一。丁一，你的前妻找到了我老公，把他拉进了什么导丁联盟，目的就是对付你。郑娟脱困了。郑娟被她的家人绑在床上接客，好像也没有过几天啊，这女人居然就脱困了。她蛊惑了一个嫖客，不但把她放了出来，而且还把她父母、弟弟都杀了。你老公是什么态度？就是我老公让我来告密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老公非常气愤，但被饿了几天之后，就慢慢改了主意。我老公认为郑娟绝对斗不过你，所以他让我来提醒你，也算是讨好你了。丁一哦了一下，有些心不在焉。大清早男人的经历，丁一把玲玲送了出去。少了2具尸体。食物，算时间，现在已经是末世第12天了，所以太多人家吃光了食物，被迫盯上了尸体也很正常，毕竟人也是动物，饿极了，有什么是不敢吃、不能吃的？人像石这一幕中还是又上演了。晚上，刘秉成带着一群人攻占丁一的别墅，给我砸！80，80，80！丁义应该已经听到了动静，
不过我们不按常理出牌，根本不走通道，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。一定要从门进入呢？砸墙就不行吗？哈哈，换一个思路，一下子就海阔天空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？好像是金属撞击。妈个巴子，操！这小子居然把别墅改造得如此铜墙铁壁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里敲敲敲，不怕惊忧了邻居吗？丁一，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出来说话。你不是悬赏要我的命吗？现在我就在这，你有本事来取便是。刘秉成，我只要提高悬赏，呵呵，信不信你这支队伍立刻就会土崩瓦解？好啊，你尽管开价，你开的价越高，说明你手里的物资越多，那么等我们把你揪出来干掉，我们的收获自然也越大。不愧是大商人，很会蛊惑人心。刘秉成，我就在这里，你要如何才能得到我的物资？任你在舌战莲花，可最终靠画饼来给别人充饥，别人又会傻傻的始终听你的摆布吗？所以你就打算一直躲起来，当一只缩头乌龟吗？我这样的钢铁堡垒，敢问阁下该如何应对？这样吧，刘秉成，我跟你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既然你满口仁义道德，这么为所谓的兄弟考虑，这样吧，你让你的女人进来让我玩玩，我可以给你们每人1包方便面，外加1瓶纯净水，如何？特喵的，这小子将我一军，如果我不答应，估计我这4个保镖会烦我。好，我答应。不，我不答应。别闹，我只是骗那小子开门罢了。等他一出来，我就让人把他拿下，不会让你有什么损失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会允许自己的女人给别的男人玩吗？要怎么交易？你让你女人靠近墙壁一些，你们离远一些。你这里居然有暖气？你不害怕？害怕了，你就会放过我吗？我不喜欢强迫别人，现在你可以离开，不过也可以选择与我交易，随便你怎么吃。放在以前，这些都是我吃腻的，谁要告诉我哪一天我居然愿意为了这些食物而出卖自己的身体，我绝对会抽他几个耳光。丁一也喜欢八卦，便好奇问道：那儿子是刘秉成的种吗？你以为我是不检点的女人吗？我跟刘秉成的时候还是处，不然他那么有钱有势，为什么会选我给他生孩子？可惜我原本还想嫁入豪门，想着哪怕刘秉成的年龄都够当我爸了，但憧憬未来的豪门生活，我还是没有扛住诱惑，投进了他的怀里，心甘情愿的给一个老男人生了孩子。我可以带儿子一起过来吗？我可以让你带些食物回去，怎么让小孩欣赏我们的交易过程？你的靠山已经嘎了，以后饿了便来找我就是。不一会，韩云几女先后到来，特意将他们约在同一时间过来，所以今天就是韩云姑嫂、钟磊再加上王露露，可以凑一桌麻将了。末世第15天，前世我就是在这一天被前妻一家分食的。亲爱的邻居们，现在悬赏一个人，名字叫郑娟，凡将她活捉过来的人，将可以得到2箱方便面或等量的食物。是刘侃想要抓我去向丁一领取悬赏，我才失手嘎了他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。你们在笑什么？笑你是个傻逼，我们俩正悄悄的商量把你送到丁一那边去，没想到被刘侃这家伙听到了，我们便追出来，想要弄死他，没想到还是让他跑到了你这里给你报信，只是你竟然把他给嘎了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郑娟身体发抖，她既然自毁长城了，她为什么要那么冲动？她为什么不让刘侃把话说出来？丁一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了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好，这地方太好了，老公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给你看点东西。这是韩云姑嫂，还有钟磊，还有王露露，5个的斗地主，就今天中午时拍的，隐藏式摄像头却是8K 超清，影像效果超赞，所以郑娟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人的模样，甚至每一处细节。丁一都玩上了这样的极品，还会看得上他。丁一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居然还好意思向我质问？果然，毒妇就是毒妇，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。不过，我也没有打算与你争辩，我给你看这些，只是让你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好，让你后悔，让你嫉妒，让你怀恨罢了。骂醒你，让你痛哭流涕的忏悔。呵，这是你应该去地府做的事情，而我要做的只是送你下地府。丁一，你想做什么？想做什么？不。4号楼一间屋子中，7个男人正在喝汤，每人都是1大碗，7个人吃得狼吞虎咽。现在我们不必担心食物的问题，但是清水快用完了，下一顿便不够了。这个简单，今天应该有不少人出去搜集物资了。我们随便挑一栋楼进行突袭，不但可以得到足够的净水，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补给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天天吃肉，老子都快吃腻了。行，我们等时间再晚一点就出动，能不能让老婆孩子父母吃点好的，就看我们今晚的收获了。半夜，刘洋一行总计30人整装出发，进入了3号楼，一晚上的功夫将人几乎全部杀死，只有限一些美女才得以幸免，被他们带回了4号楼去。末日进入了第18天，一早韩云4女过来，把4号楼干的事告诉了丁一，然后一个个都是面带忧色。最近几天你们都住在这里，等4号楼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们再回去好了。丁一已经有了对付4号楼的办法。谁？
大哥，开下门，我们几个姐妹想要找个地方避避寒，只要大哥能让我们有个栖身之地，大哥想怎么玩，我们就陪大哥怎么玩。都给老子乖乖进屋去，哪个敢不听话，老子就砍死他。他逼迫九女互相把手绑上，到时候丑的直接砍死，漂亮的嘿嘿，自然是供他淫乐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九女居然没有一个露出害怕之色。你们非要老子砍死几个，给你们立下威，才会乖乖听话，是不是？呵呵，老子先把这肥妞弄死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哼。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冲动，我跟你们闹着玩的，哈哈哈哈哈。小丽，把他绑起来。好嘞。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要。闭嘴，有话问你，好好交代。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情况？壮汉便老老实实的说了起来，他提到了4号楼的凶残，又提到了丁一的富有，经常开除悬赏，同时也是个狠人，至少有30人死在了他的手里。天灾开始还没到20天呢，外面居然变成了这样。他们9个是什么人？犯人。天灾之后，监狱中发生了暴乱，他们夺了枪，与狱警对抗数天，最终趁大雾散开的机会，坐上囚车逃了出来。外面的世界也这么混乱了，很正常。监狱发生暴动近10天，却没有外部力量增援，说明社会秩序完全崩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自由之身了。那个叫丁一的好像拥有不少物资，甚至还有暖气和电，是不是把他的别墅拿下？这家伙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，我们又恰好是女人，所以只要可以将他骗得开门，他就只能任我们宰割。走，我们去别墅。我不去，就在这与你们分道扬镳。这世界已经如此混乱，哪怕分开了，谁也不用担心谁会告密。现在杀人根本就是小意思，谁会在乎我们犯人的身份？行，那就此散伙。徐青梅，既然你主动脱离我们，那下次再见时，嘿嘿，可要自己小心了。周雅玲和梅婷带着6女来到丁一别墅地库门口。做什么？大哥，你不是说过只要肯你就给吃了吗？嘻嘻，我们姐妹几个都想。丁一通过监控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一行共有8人，虽然全是女的，可有几个的质量真的一言难尽。丁一看到了胖女人藏在身后的枪，所以这是过来抢我别墅的。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就把你们一次性解决了。进来吧。然后人一个接着一个凭空消失，没有一丁点的声音。英子、小玉，快回来！几乎同时，周雅玲与梅婷举枪，对着门里面就搬动了扳机。枪法真烂。又是一夜过去，末世进入了第20天，毒兵堡停了。丁一开车出去收集能源物资。不要开门，谁在里面？哼，你害死我们了！这里有一条狗成精了，跟狮子差不多大，把警局里的人全部咬死。我们好不容易逃到这里，用这道门挡住了那条妖犬，你居然把门给破坏了，这下大家都要被害死。特么的，老子先把你干掉！他抬手就要瞄准丁一，却被一人把枪推开。也幸亏如此，不然丁一也要开枪了，全部得杀死。外面是什么情况？你可以安全到达这里，甚至还有时间把门焊开，说明那条变异犬已经离开了。我手无寸铁，不具备任何威胁。大家先把枪放下如何？我叫丁一，你们呢？我叫江佑宁，是一名警察。现在我问你，外面是什么情况？现在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，极寒之下，绝大部分人无法走出家门，只能坐吃山空等死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偌大一个国家，怎么会在一场天灾的打击下就完蛋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能够活着走过来，说明那条变异犬肯定已经走了。你说几乎没有人可以外出，所以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因此崩溃了。可你又是怎么来这的？别告诉我，你这些天也一直在警局之中。因为我有一辆改装过的车，可以行驶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之中。开个价，把我送回家，你要收多少钱？现在哪怕给你1000亿，你能买到一颗茶叶蛋吗？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常树理，常家的那个常。所以呢，你常家人就了不起。常树理不由被噎了一下。常家末日前黑白道通吃，从小到大他还没有被人这么对。我只是告诉你，我常家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所以你只要可以把我护送回去，想要什么可以在家里随便拿，甚至女明星也有。这倒不是骗丁一的，常家经常会请些不入流的小明星，甚至3线明星去家里开聚会，具体活动嘛，呵呵，懂的都懂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车只载美女。丁一，带我离开，什么条件随便你开。走，出去。你答应送我回家了，呵呵，我们一起出去。至于出去之后如何，各安天命。丁一，把枪对准我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。少他妈跟我神神叨叨的，你的车钥匙呢？立刻交出来，否则我就一枪打死你。再慢慢搜。是什么给了你勇气，敢向我提要求了？江警官，把枪放下！你这么漂亮，我可不想让你成为一具丑陋的尸体，所以乖乖把枪放下，慢慢退下去。我会把你带去常家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在这挨饿受冻的好吧？姓常的，你真不知道自己有多蠢吗？江佑宁则是瑟瑟发抖，他见证了什么？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。怎么处理这个人呢？不如灭口吧。我做你的女人，求你不要杀我，我绝对不会泄露你的秘密。
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现在饶你一命，但是你要有任何的反叛之心，我会毫不留情的干掉你。要是经常带新的极品女人回家，小小的别墅装得下吗？草率了，当初应该买一栋更大的别墅。上集说到丁一外出收集能源，碰到变异的二哈，只要杀死就能获取对方异能，还意外回收了一名美女，车被震了一晚。虎子，你不够给力啊！同样是狗，我昨天遇到变异的二哈可是厉害，比大象还大。这是在打压我吗？我的异能可吞噬一切，我一张口，月球都可以吞掉。色狗，滚开，他是我的。我带你去洗个澡。小区巴拉，男女一起洗澡，那注定了不可能只是洗澡。什么事？小区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极品美女。我叫徐青梅，听说你有一辆车，我想知道你要怎么才肯将这辆车给我，借我也可以，你可以一起，我需要去一个地方。你哪一栋的业主？我不是这里的业主，而是前天才来到这里的。你跟前天来这的8个女人是一伙的。我们都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，但并不能算是一伙的，只是为了逃命，临时合作，组成了队伍。你怎么会入狱的？我有个妹妹，上高中的时候差点被坏人欺负，我为了保护她，失手杀了那个坏人。好汉，你妹妹在苏城？我妹妹在苏大读书。还好不是太远。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？你不是喜欢美女吗？我应该算得上吧？你把车借我，我赔你。我要准备一下，你可以在我这里等我。我是街道办的吴主任，你要相信，灾难终究是要过去，所以你现在见死不救，灾难后必要被清算。啧，上来就扣大帽子，危言耸听，是会过去的，但绝不是1年半载，而是得几十几百年甚至更久。我们经过研究和商，提出了以下2个选择：出去寻找物资，取回来后交给我们几个，我们街道办自然会按需分配给大家。当然了，你绝对不会白白付出，等灾难过去，你就是第一功臣，我们一定会如实向国家汇报。第二，考虑到你一个人辛苦，你可以把那辆车共享出来，大家轮流出去寻找物资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功劳虽然会小了一些，但还是手工，你怎么选？选第3个，就是你们叫你们的，我玩我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们没办法对付你，我们只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接受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就把4号楼的人放出来，并且跟他们说，是你把他们封锁起来的。嘿嘿，一群人肉都敢吃的畜生盯上了你，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除非你永远不出门了。你们不怕先被4号楼的人吃了？那尽管把人放出来好了，我反正有别墅保护着，他们又攻不进来。你们傻到要放虎归山的话，随便吧。4号楼的人仿佛恶虎出山，杀气腾腾。反观其他楼栋的人，一个个都不团结。4号楼的人杀进去，12栋的人根本没什么反抗之力，很快就被全部制服。接下来就是4号楼单方面的施暴，尤其是吴主任的女儿，还颇有几分姿色，受天亮就断气了。早知道不放这些畜生出来了。你这几天怎那么厉害？我什么时候不厉害了？你以前最多1个小时，现在呢？2个多小时，幸好现在是末世，你可以有。这种话是对于男人最大的褒奖。萧然得意一笑。你这么漂亮，应该被许多同事追求吧？看不起谁呢？我可是市里的警花，之前去隔壁市开了一次会，好多同事特意申请调到我们市，我们局来。还有啊，市里好多大领导的儿子都在追求我呢。哟呵，这样倒好，没有哪个上司敢潜规则你了。那是，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。放心，我这个人自私的很，不会允许别的男人碰你。这一天，萧然什么也没干，又好像忙碌无比。从楼上到楼下，从江佑宁到韩云4人，萧然仿佛成了古代的皇帝，难怪史上皇帝短命的多。拥有了超能力，身体素质也跟着一并提升，让我的本钱也越来越足。如果这个猜测为真，那我吸收几十几百份的异能，是不是真能化身打桩机？身体却完全不受影响，甚至越来越壮。我去，这个好啊！出去猎杀异能者的理由又多了一个。可以出发了吗？算你运气好，我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我能不能先找到妹妹，再完成交易？我不是想要赖账，而是我还是……要是现在给了你，我怕我走不动路，无法再找妹妹。这么一个极品美女人居然……第一，我只是答应借车陪你去苏大走一趟，并没有承诺一定会找到你的妹妹。你只要带我去苏大，哪怕没有找到妹妹，回来后我也会履行承诺。不一会，两人就驱车来到了校园食堂外面，数一下，差不多有30人。你们是国家派来的救援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来找一个人的。你们知道徐欣冉吗？你和小花藏得好像，是她的姐姐吧？是的，你知道欣冉现在在哪吗？如果她不在西食堂的话，那就应该饿死了。谢谢。我们想要借用你们的车，可以吧？不可以。这位老兄，麻烦你看一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人都快要饿死，你居然见死不救。你是我儿子还是孙子？有义务管你们死活吗？你们谁想试试？枪。这是我们杨哥的警告，我们杨哥可是超能力者，可以把物体丢出超音速。你们想一想，子弹那么小，一旦达到音速又拥有多么恐怖的杀伤力，那比子弹重了许多倍的其他东西呢？杨哥，怎么称呼啊？
杨文琪，知道我们杨哥的厉害，我问你借不借车？你们是不是傻？超音速的物体我都能接得住。你也是异能者。我这个人最讨厌被威胁。